经常有网友来问我 Palantir 能买吗？ AMD 能买吗？特斯拉能买吗？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完全你们没有想过的一套思维方法来寻找可以买的股票啊！大家好，我是蟹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让我做到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亿的投资的方法和心得。大家想第一时间看到我每次拍的视频上载的话，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回到今天的主题，股神巴菲特说过，投资的 Rule Number 1不要输钱， Rule Number 2不要忘记 Rule Number 1，也就是说不要输钱。所以我们要投资好的话，不是说我们要投资回报高多少啊，这个能涨多少啊，那个能赚多少啊，而是如何可以不要输钱。那以下有6类的股票是我不会碰的，因为我觉得不值得我去买，输钱的机会很大。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清晰了解什么股票是我们不买的，那我们就可以专注其他的那些，我们的回报自然会好于普罗大众的和市场的普遍的长远的回报。那这6类的投资产品是什么呢？第一类是超出我自己认知范围的，这是巴菲特经常说的，不要投资超越你的认知范围啊。这不代表我们听了一样东西不懂的，我们就马上否定它。其实巴菲特也是很认真的去学过因特网的啊，当初他还邀请了Google 的创办人做了他的顾问，所以我们看到就算巴菲特年纪这么大，也是不断的在学新的东西。其实他也有问 Bill Gates 学过一点东西的，只是到最后如果学了之后还是感觉到不舒服的话，在我个人来说，如果还是我不能 cannot make sense 啊，不能合理的去解释的话，那我就不会去投。比如说我真的有认真的去看了很多的外面所教的方法，但是如果这么简单看几个指数画几条曲线就能够赚钱的话，那我们今天的 machine learning AI algo trading 老早就能够把我们所有可以赚的钱赚掉了，是不是啊？我们人怎么去跟一个电脑比较呢？所以光看几个图几个指标就能赚钱的，这个 does not make sense to me， 我是不会短炒或者投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 does not make sense 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虚拟货币啊，也带出一个在我们了解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反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如果失忆了，我忘记了密码了，我这些钱能不能取出来？这个虚拟货币背后的发行的人到底是谁？我能不能知道他？我能不能找到他？他如果拿了我的钱跑掉了，我去哪里找？我的虚拟货币的资产如果被黑客偷掉了，我去哪里报警？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些资产是我的，对吧？如果我们问了这些问题之后，到最后还是不能让我放心去投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投了。第二类，一个公司不好就不要买了，就算怎么便宜的价格都不要买。在公司好不好里面，我第一个看的是管理层的诚信，所以第一个我不会碰那些所谓的财技股，经常供股啦、合股啦，或者是背后有庄家炒高了之后 pump and dump， 在高位派货给散户，然后过了几年又转个名字卖个壳给另外一个人，转个名字又来炒一阵子，这些股票我是绝对不会碰的。我要买一个股票之前，要看到这个公司有一段长远的历史，而且他的老板对股民有什么承担，是不是把股民的利益也在他的考虑之内。香港有个地产发展商叫刘连红，他的股票呢我不会碰了啊，就算最近他的股票价格真的是很低很低，相对他的资产有很大的折扣，甚至他还想私有化，这些钱 no thanks， 我还是不会去碰的。第二，我看的是一个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如果这个产品是不好的话，我也不会买的啊。以前我曾经看过 Lotus 这家公司，当然当时如果投资了Microsoft 会更加好。我在早年的时候就看过 AMD， 当时跟 Intel 比较的话， AMD 产品没有 Intel 这么好，但是我觉得 AMD 便宜，结果我买了 AMD 赚了一点点钱，但是相对当时 Intel 涨得要更多，所以回到了今天 AMD 它的产品还不是它的市场里面的第一，所以一家公司如果没有能力做第一的话，我会尽量避免它。第三个呢是商业模式，这里面要考虑很多啊，比如说行业的竞争啦，它的经济模式啦等等。所以呢，我个人是不会考虑
航空股，也不会考虑餐饮股，因为做老板做股东很辛苦，对吧？经济好的时候工会要加工资了，员工难请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像这次的疫情关闭了，亏的都是老板股东的钱。到了第三类，就是如果一家公司好的话，但是它的价格太贵的话，我也不会买，因为这样的话我在价格很贵的时候，如果这个价格跌下来，我还是会承受输钱的风险所以记得不要高追。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相对它的价格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普罗大众都非常想买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价格就会很高。比如说在牛市末期的时候，普罗大众都是拼命的要买股票，甚至是借了钱去买股票，这个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整体的股票市场是太高了，在这个时候进场的话，以后股市调整的我们就会输了好惨了在个别的行业或者股票都是一样。所以很多的网友在过去的1-2年来问我Palantir 能买吗？商汤能买吗？甚至很多马来西亚的网友在1年多前问我 Top Glove 能买吗？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这些股票全部不要买。因为什么？我问大家，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些股票？他们都是说听了某某的KOL 在某个财经频道或者某个 forum 谈过这个股票啦，道听途说。大家想一想，普罗大众大多数到最后都是输钱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买的价格非常的贵，高追了，所以他们想买的股票千万不要买。同样的当他们很怕的这些股票不看好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了。第4点就是相对我的对家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在股票或者任何的投资里面，有人买就是有人卖，如果我买了赚多了，也就是说卖的那个人做错了一个决定，赚少了。相反，如果他是赚多了，那可能是我赚少了，甚至是亏本了。所以在每一次的买卖的决定里面，我会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的独特的优势，使到我能够在这里赚更多的更好的回报。而且这个优势不要是一点点的，是要明显的优势。所以我个人呢不会去买债券，因为债券市场里面是非常的有效的 ，market is efficient， 我没有任何的优势。我也不会去买 commodities 期货，因为我对那个行业没有人家懂得多。同样的，我也不会去炒期指，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的优势。第5个，如果一个投资或者理财产品需要有销售人员来卖给我的，他们是赚佣金的，而且可能这个 office 甚至是酒店非常的华丽，这个成本在哪里来？在投资市场里面 market is efficient， 如果有一个好的回报，资金自然会去追他们。如果这个产品需要销售人员来 convince me， 来告诉我有这么好的一个高回报的投资，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的佣金是哪里来？酒店的费用 office 的费用和背后代理公司的费用在哪里来？所以我不相信需要花费这么大的推广成本的理财产品有高的回报。如果他告诉我有高的回报，我会问风险在哪里？我们看漏了听漏了哪里？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如果他告诉我这个是没有风险的稳赚的，我基本上99%可以肯定这是一个 pyramid scheme， 快点走逃。第6个，如果这个产品是非常波动的，风险太大的，买了之后会让我晚上睡不着吃不了饭的，或者是一些股票背后的产品跟我的道德理念有点不太像的，我就不会买。比如说我不会买赌场的股票，因为我觉得赌场里面可能有很多人会倾家荡产。我也不会买香烟的股票，所以我不会买 Phillips Morris。那当然我不买不等于他们不会涨，所以呢我也练好了，我不买就算它很涨的话，我也会心里很安稳，我没有这个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当我们有了自己的明确的系统之后，知道哪些会买哪些不会买，就算我们没买的那一些涨了不得了，我们都没有这个 fear of missing out，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执行我们的买和不买的系统。但是反过来，剔除了我不买的那些行业之后，我可以更专注的
用选股5部曲来看哪些是新兴的起飞的行业，这个行业里面哪些的龙头，它的价格又是合理的，甚至有一个很大的安全边际的折扣的。这样的话，让我在过去30年当中找到了许多增长了10倍以上的成长股，也有很多的很便宜的股息率很高的资产折让很大的股票，让我买了之后，现在我收的股息已经可以完全的支付我的一家的生活费了。所以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早日达到财务自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分享和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